拆解100首氛围电子音乐。Hello， 大家好，我是 Mashi。今天来给大家分享的这首作品呢，是来自于 Richard Bass 和 Southpaw 在19年发布在已经停产了的厂牌 Progressive House Worldwide 的一首作品，叫做 Wonderful Nights。因为之前我们连续几期分享的作品呢，都是那种比较弱化旋律写法的这种方式。那么今天我们分享的这首作品呢，就特意找了一个极大的反差，就是哪都是旋律的元素的一个写法的方式，非常饱和式攻击，饱和式的旋律的写法，让你感受那种直击心灵的那种感染力。那么这首作品呢，其实也是我的排行榜里面 Top 5里面的一首作品，因为这首歌对我的影响是非常大的。19年那会儿我还没有创作特别多的作品，然后刚入门音乐制作这件事情，然后听到这首歌直接影响了我，去写了一首 Wonderful You 这首作品，也是咱们国内粉丝就是最早一批粉丝大家知道我的这么一首作品，因为当时这首歌也同样是在19年发布在了那个Emerging Shouts 这个厂牌，那个时候国内还是有很多Emerging Shouts 的粉丝的，所以我也很感谢这首歌，然后我还在那个 FB 上艾特回他们，就说Richard Bass 和 Southpaw 他们，就是感谢他们创作这么一个首非常极致的作品，然后影响到我，然后写了这首创作出来的 Wonderful You 这首歌。那说回到这首作品，我们今天就来拆解一下，到底它这里面有多少层旋律性的元素在里面，让它听起来是如此的复杂，然后又极致又非常的饱满。首先我们先来听一小段。好，这次的工程呢，我也是同样放在了咱们的学习平台的免费资源区里面，给大家可以去下载和学习。OK， 我们先听到这儿，我相信你已经感受到了那种浓浓的这种圆满大结局的这种欢乐大结局的这种很圆满的这种气质和这种气氛了已经啊。那么而且他这首作品的编排，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这个感受，就是很多音乐作品的风格，就是你过了多少年去听，你就会觉得好像它有点老套了，或者好像这首作品听得有点过时了。但是他这首作品的编排、音色整体所表达的内容，你不太能够感受到这种时代的印记在这个里面啊，是非常有意思的一点。你什么时候拿出来听都觉得就很当下呀，就很符合当下这个时代啊，或者是这种特征、这种感受啊。好，我在下面稍稍简单的扒了一下，因为它这里面内容太多了啊，我就扒了一下主要的一些这种旋律性的元素，来给大家拆解一下到底有多少内容啊。首先我们来听一听这个地方。这是他刚刚第一次进入这个主歌段落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主要的内容乐器类的都只是框架而已，而上面要突出的就是他那个人声，这个就很像是一种你去到了迪士尼或者去到了一个什么魔幻的神奇乐园，然后在门口就有好友召唤你说快点快点，我们进去检票进去了，然后邀请你赶紧来加入到这场疯狂的派对一样的感受，所以你会被这个人声所带入进去。然后新的元素出现，就是新的元素的吉他。当然它这里面的吉他还有另外一个我没有扒，我们听一下后面一个哒哒哒，还有一些氛围层的东西我也就没有再去弄了。
好，然后又进来了一个新的元素。哎，这首作品它还有一个特征，就是我们发现呢，它是每4个8拍就会进一些新元素，而在这种传统的 Progressive House 来说，通常来说都是8个8拍。一个大句子才会做一些变化，而只有在 EDM 类的这种作品，EDM 类的 Progressive House 或者什么Big Room 或者什么什么之类的都是2个8拍或者4个8拍就一定要有新内容进来了。所以它这个你看它除了后面的副歌，前面那个的第一段和中间的 breakdown 这些基本上都是每4个8拍进东西，每4个8拍进东西，你会觉得一直都是。就像逛一个游乐园一会儿这个项目，一会儿这个项目，或者逛一个什么集市市场一样一会儿新鲜的东西，一直感官在不停的在刺激你，而且它是不停的有新的旋律性的元素进来，你就不会觉得它一直在 loop 同样一个东西，一直都有新元素那这个吉他之后呢，就进来了一个合成器。然后进入到下一段。好，然后这个地方也有个说法，就是我们通常在传统的 Progressive House 里的作品的结构里，它从第一段这个主歌段落进入到 breakdown 段落中间，通常要么就是4个8拍，要么就是一个非常长的8个8拍，一点一点渐进的，然后进入到这个段落，而它这里面只用了2个8拍，非常的短。我们再来数一下。感受一下它是如何快速的降低这个情绪。2、3、4、5、6、7、8，它在这里其实用了2个8拍去制造了一个情绪的拉伸的这么一个阶段。那这个阶段里面，除了我们听到的它有那种派的像弦乐一样的东西在里面，然后还有一个这样的小小的旋律的写法。它这个小旋律写法，其实在古典音乐里面也是非常常见的，就是它没有主音，它没有落的地方，它是一直缠绕的。我现在重新唱一遍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哒哒滴哒滴哒哒哒。当，如果加上了最后这个主音的话，你会觉得这个旋律绕了半天回家了，滴哒哒哒滴哒哒哒当，回家了。但是它没有这个音，它就等于是一直在外面飘着，你会觉得它一直在外面飘着，所以就有一种未结束感，意犹未尽的一个感觉就是这么强烈。然后它最后意犹未尽就接到了 breakdown 上面。好，进到中间这个段落的时候，整体的所有的乐器又重新换了一批乐器，弦乐呀，什么这种拨奏之类的，还有钢琴的和弦当然它这个原曲里面其实有很多的氛围层的，其实我只是扒了这个旋律的东西。好，这个人声再一次出现，而且是以一种非常饱满的一种状态出现的。那这个我相信你听完了前面这个内容，前面这个段落，你整个情绪已经进来了，已经进入到这个情绪这个场景里了，甚至你的毛孔就已经打开了。所以这个时候这个人声再一来，哇，它就已经直接通过你的毛孔就渗透到你的这个整个脑子里、精神里、皮肤里非常有这种穿透力。我们切回到原声吧。你就会有一种哇，这也简直今天太欢乐了。但是欢乐还没有结束，后面主旋律出现了我简单的扒的这个旋律。而且这个旋律的写法还挺有意思的，就是它用的3连音的写法当当当当当当，而且这个旋律节奏设定的这个也很有意思，它是2个重复的音带一个不一样的音1、2哒当当当当当哒滴滴哒哒哒哒当哒滴当当当当，它既有重复性
啊，又有这种3连音的这种往后拖拽的这种很强的一种情绪的感觉，然后又有这种经过音的变化，所以它兼具了洗脑的这个作用和这种节奏增强情绪的作用。然后又过了4个8拍，又进入到了这个合成器的这个 chord 元素进来，然后开始推情绪，然后就开始标志性的 progressive house 或者 EDM 类的有这种snare rolling 啊这一类的东西，然后开始 build up 啊 build up 开始往上推了。好，这个切位，这个中间所空拍的这个位置，它也是设置的很巧妙，4个弦乐啊，这个脏脏脏呜这2下啊，它就把中间这个小的 fill in 就做得非常的有意思啊。好，然后后面呢，这整个情绪就已经推上来了，然后它就没有必要每4个8拍再去做东西的，它就连续整个8拍就让你去嗨，我们听完整的。好，旋律结束掉了，然后整个作品的高频的元素减少了，所以你会觉得啊，是不是要结束了呢？没有，它没有要结束，人声再给你激活一次，后面再给你推一次，再用这些吉他旋律啊，再给你绕回来一次，然后一个很大的鼓组的 fill in， 然后调场。好，它又进入到了一个小的 breakdown 里面，然后后面就逐渐的，这个曲子就结束了，进入到 outro 阶段。所以整个你会发现，它是人声各种各样的吉他、合成器，然后弦乐，各种各样的元素吧，组合在一起，然后不停的用各种各样的小旋律性的元素去，像走马灯一样的不停的给你新鲜的感官的刺激，然后直到后面给你高频填得满满的。而且这首作品它有着非常强的一种 Southpaw 的一种特质，因为 Southpaw 如果你去听它其他作品的话，好像偏 progressive trance 的内容还蛮多的，而且它的作品有一个特征，就是塞得满满当当的，但是混音极其清楚，然后你就会觉得它有就像这首作品一样，中间有很多 pad 呀、氛围啊东西，有一大块就像一个大方砖一样东西在里面，跟着一起再去走，但是你又不会觉得它整个东西很混乱，是应该说它混音还是非常极致的。在这种情况下，它的鼓组是非常清晰的，它的人声是非常分离出来的，所以整体的混音的层次等级，在我的这个心目中啊，也是 top 前面的很厉害的制作人啊。所以整个作品通过这样的一个感受啊，跟前面的几集进行一个反差介绍，我们就发现啊，其实你想把旋律性的东西玩好，也可以有一个方向。那么想弱化旋律的话，更突出氛围的那种，前几集也是一种写法啊。所以今天咱们分享了这首作品啊，非常精彩，我非常喜欢的一首歌啊。希望这一期的内容能够帮助到咱们之前的朋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的话，记着点赞加关注哦。我们下次再见喽，拜拜。